我怀胎2个月，生下一只白孔雀，夫君转身就把我们做成一碗宫保孔雀丁。只因我和夫君都是高贵的蓝孔雀，可我却生下了一只卑贱的白孔雀，所以夫君一心认为我出轨了。再次睁眼时，我竟回到择选夫君的那日，看着夫君坚定地求娶我那绿孔雀姐姐，我便知道她也重生了。只因上一世姐姐嫁给绿孔雀后，却生下罕见的蓝孔雀，夫君以为娶了姐姐就能生出蓝孔雀，却不知她连最卑贱的黑孔雀都生不出来。孔雀一族有5种颜色，分别是玄、蓝、绿、白、黑，其中最高贵的就是蓝孔雀，所以父王承诺，谁和他女儿生出的蓝孔雀，他就把王位传给谁。而我是父王最宠爱的小公主，也是他唯一一个蓝孔雀女儿，所以在我成年那天，全孔雀族男子都来王宫外面等着求娶，而我则选中了同为蓝孔雀的陆亦辰。父王对陆亦辰很是满意，正要当场宣布答应这门亲事，谁料陆亦辰后退一步，对着父王叩拜：皇上，臣不愿意迎娶6公主如月，臣要求娶的是2公主如霜。此话一出，众人皆惊，就连如霜也很诧异。不过很快，她脸上就充满了窃喜。如霜比我大10岁，至今未婚，只因我母后是父王唯一明媒正娶的王后，她母亲则是一个使用卑鄙手段爬上父王床的婢女，所以如霜虽然也是父王的女儿，但没有几个人真拿她当公主，更没有人愿意娶她。所有人都很诧异，为什么陆亦辰这么尊贵的蓝孔雀要选一只普通的绿孔雀？面对陆亦辰的选择，父王黑了脸：胡闹！这是如月的招亲现场，如果你想求娶如霜，私底下来找本王就行。现在如月选了你，你却看不上她，你把本王女儿的脸面往哪儿搁？陆亦辰闻言直接跪下：皇上，不是臣看不上如月公主，是因为如月公主品行不端，隐瞒了自己是黑孔雀的身世，欺骗了大家。全场瞬间安静下来，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不可置信。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的月儿才不是黑孔雀！母后直接站了出来：是吗？既然王后如此确定，不如让如月公主现出原形来看看。如果如月公主是蓝孔雀，那臣便以死谢罪；如果不是，那请如月公主以死谢罪，如何？比起脸面，父王更注重血统，所以在我出生后，便把所有的宠爱都给了我。如今听陆亦辰说我是最低等的黑孔雀，他几乎要把坐下的椅子捏碎了。只见母后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陆亦辰表情由轻蔑变得得意：只不过是现个原形而已，应该不难吧？王后如此犹豫，难道是我说对了？母后的脸色更加难看了，刚准备说什么，我直接站在母后面前，大方地承认我确实不是蓝孔雀。母后顿时急了：月儿，你怎么能？陆亦辰之所以逼我现原形，就是因为知道我不是蓝孔雀。上辈子我因为难产现了原形，当时把陆亦辰吓了一跳，因为外界都传我是父王女儿里唯一的蓝孔雀，所以陆亦辰才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娶我。陆亦辰闻言大笑着起身：好，既然你已经承认，那就请公主以死谢罪吧。他把身上的佩刀取下，扔到我脚边。可我从未承认过自己是蓝孔雀，何罪之有？我出生之时天出异象，整个孔雀族的天空都是五彩的，所有人都说我是祥瑞，只有生下我的母亲知道我是一颗暗淡无光的黑蛋。她驱散众人，将蛋用布包裹起来。在我孵化那日，也只有她一人见过我真身。从小到大，我从未承认过自己是蓝孔雀。上辈子跟陆亦辰成婚前，我曾找过他，我跟他说我其实并不是蓝孔雀。那时候陆亦辰却跟我说他不嫌弃，他爱的是我这个人。我被他打动，满心欢喜地嫁给他。可是在我死的时候才知道，他当时以为我在考验他，所以才故意那么说。就算你未承认过自己是蓝孔雀，但你也从未说过自己原型是黑孔雀的事。你想进王室，享受荣华富贵，这就是在欺骗百姓。我刚准备说我也不是黑孔雀，父王出生了。好了，陆亦辰，既然你想要娶如霜，本王就给你们2个赐婚。陆亦辰直接跪在地上：谢王上，那如月公主怎么处理？这是本王的家事，你准备管到什么时候？陆亦辰立马懂了父王的意思。臣知罪。众目睽睽下，陆亦辰居然就这么拉着如霜离开。经过我身边时，如霜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她在我耳边低语一声：你也有今天。回了王宫之后，父王大发雷霆，他质问母后和我为什么要骗他。我刚准备跟他解释的时候，父王却大手一挥：从今天开始，我没有你这个女儿。等下个月如霜成亲之后，你就给我滚出宫去！父王不但要把我赶出宫，还把母后关了禁闭。这个消息不胫而走，就更坐实了我黑孔雀的身份。短短1天，我从众星捧月变成了万人唾弃。我平静地接受这一切，每天不是待在自己房间里，就是往藏书阁跑。某天午后，我找来婢女，让她在底下看着我现了原形。公主，果然就跟您说的一样，您张开翅膀时全身都是五彩的，漂亮极了。您真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黑孔雀。我莞尔一笑，侍女的话证实了我心中的猜想。我刚让侍女回房间把我原身画下来，紧接着就听见一声嗤笑。只见一身华服的如霜站在门口，
因为被孔雀族第一公子陆亦辰看上，如霜最近风光得很，吃穿用度比我这个曾经最受宠的公主还要尊贵。六妹，你怎么还有脸待在宫里啊？父王给你1个月期限，是看在你母后的面子上。你要识相的话，就应该赶紧滚，别再丢咱们王氏的脸了。听说他宫里有好几个侍女都无故失踪了，我冷笑一声：“二姐，怎么来我这里了？是在找你们宫里的宫女吗？那你可来错地方了，她们应该在后山的野兽嘴里。二姐乱走，不怕那些侍女魂魄来带你走吗？”如霜脸色一白，咬牙切齿地开口：“你得意什么？你现在只不过是王族弃子罢了，而我马上就要嫁给陆亦辰了。他是最尊贵的蓝孔雀，我跟他结合，说不定还能生出高贵无比的蓝孔雀。”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：“是吗？恭喜恭喜！那你怎么还不赶紧去找陆亦辰生孩子去？不过我要提醒你，陆亦辰看起来可不像是能生育的。”你敢污蔑我夫君，找死！如霜高举起手，直接向我打来。可他从小就打不过我，这次也只有被我摁着打的份。还没打几巴掌，陆亦辰出现了。谁允许你欺负如霜的？如霜看到陆亦辰出现，瞬间化身娇妹妹往他身上靠。你终于来了。他诅咒我生不出你的孩子，怎么可能呢？你一定会给我生出完美的蓝孔雀。陆亦辰温柔地抚摸了一把他的脸。至于他，恐怕这辈子连白孔雀都生不出来。我听到这话，忍不住哈哈一笑。不知道是谁生不出来。陆亦辰有个秘密，只有我知道，那就是他没有生育能力。上辈子我知道这件事后也无所谓，只要我们2个人相爱，什么都不是问题。可陆亦辰却不是这么想的，他为了得到王位，求着我喝下能让人生孩子的生子草，那草服下后会吸收自身的内丹，把全身精血都吸收干净，所以我才会在生孩子时现出原形。不仅如此，使用这草还有很大的副作用，头痛恶心都是小事，最难挨的就是全身发痒，怎么抓都抓不透。可能害怕我说更多，陆亦辰直接带着如霜离开了。等他们离去之后，侍女拿着画好的画像出来，看到画像那一刻，我瞳孔放大，这幅画完全印证了我的猜测。古书记载，玄孔雀本身色黑，在太阳光下色呈五彩，同时玄孔雀服用生子草之后，产蛋为白，蛋魄为蓝。所以说我根本就不是什么黑孔雀，而是传说中的玄孔雀。知道这件事后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现在所有人都骂我，就算我说了也不会有人相信。想要自证，就只能生出一颗蛋孵化出来才可以，哪去找谁生个蛋呢？我名声已经臭了，好一点的孔雀根本不可能跟我生蛋。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去黑市买个夫君，挑挑拣拣，终于在一群男人中挑了个顺眼的。他长相格外耀眼，只可惜是个五彩的鸡。不过没关系，古书中记载了，玄孔雀跟什么禽类结合，都能生出蓝孔雀以上的祥瑞。只要有我，孩子就错不了。公主，不需要培养一下感情吗？我笑眯眯地看着他，你觉得怎么培养一下合适？至少要先互相了解一下吧。我叫如月，你叫什么？我叫段青。好的，了解完了。半个月后，陆亦辰和如霜的成亲仪式准时举行，迎娶的阵仗气派盛大。我本来准备今天离开王宫的，可如霜宫里人来传说人手不够，让我过去伺候。我到的时候，如霜已经穿上嫁衣，她让我给举着头冠，直到我手都举酸了也不说戴。我刚要把头冠放在一旁，就听到如霜说：“六妹，我的头冠可是陆亦辰亲手做的，他用纯金打造了3天3夜，你可要为我保护好了。”我没接话，他又继续开口：“听说你带了只野鸡回来，你这也太堕落了。虽然你是只黑孔雀，但你毕竟是当过公主的，再怎么样也不能找只鸡啊。”他这话一出，周围人都在笑，我忍无可忍。二姐教训的是，不过二姐，你怎么一直在抓痒痒啊？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吗？如霜的笑戛然而止。从刚才我进门开始，如霜就一直在抓全身，想必陆亦辰已经哄她吃了生子草。我吃什么与你何干？你以为你还是高高在上的公主吗？我微笑耸肩，这人被戳中心思就破防，真无趣。之后我跟着如霜去拜别父王，如霜刚叩首，就不受控制地呕起来。看着她呕吐的样子，我像是被感染了一样，也呕吐了起来。周围人连忙叫来了太医，诊断过后，太医对着父王拱手：“恭喜王上，2位公主都怀孕了。”听说自己怀孕了，如霜眼睛一亮，而我则是看着自己肚子发愣，这么容易就怀孕了吗？上一世我等了好久才有了自己的宝宝的。就在这时，国师从外面跑了进来：“恭喜王上，贺喜王上！”他跪在地上高呼一声：“王上，微臣刚才看到东南方有异象，这是有凤凰临世的迹象啊！”什么？你是说凤凰？父王闻言激动起来。我们孔雀是凤凰的后代，可是在100万年前战争中，真正的凤凰早就灭族了。是的，这种异象跟书中记载的一模一样，有人怀上凤凰了。国师喜上眉梢地解释着：“你是说如霜怀上了凤凰？”这时陆亦辰大步流星走进来，父王他们也成功把注意力转移到如霜身上。难道真的是如霜怀了凤凰？接着父王连忙让人去询问，今日可还有孔雀怀孕？等询问完一圈回来，
发现只有我和如霜今天有了宝宝。听说这个消息后，他们更加确定如霜肚子里是凤凰，因为他们认为我一个黑孔雀根本就生不出凤凰来。我趁机想要离开，却听见如霜开口：“父王，女儿既然已经怀孕了，想请个赏。”父王以为如霜真的怀了凤凰，直接答应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六妹妹留在我身边。如霜一脸担忧：“父王，六妹出身高贵，你把她赶出王宫后，她可怎么生活呢？不如你让她留在我身边做个侍女也好啊。”如霜嘴上说的好听，其实本质还是想侮辱我。她把我留在她身边，十有八九是想看我笑话。我摇头表示不答应。孽畜，轮不到你说答应不答应。父王一拍桌子：“就这么定了。父王，你要赶我出王宫，我认了。可是你让我去给她做侍女，想都别想。”父王阴沉着一张脸：“既然你这么不愿意的话，那你可以不去。不过你宫里的那个男人肯定是出不去的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停下脚步。父王想要动断青，我回头看去，在父王眼里再找不到半点疼爱。我这才明白，为什么当初母后一定要隐瞒我不是蓝孔雀的事实。如此重利薄情的帝王，如果知道我不是他想要的蓝孔雀，恐怕也会直接摔死我吧。我内心充满绝望，只能答应。搬去陆亦辰府上后，日子过得并不好。我每日做着又脏又累的工作，不到3天手就磨出了茧子。好在段青陪在我身边，他总是帮我干各种活，还会偷偷给我做各种好吃的。某天夜里，我看着低头绣花的他，心忽然一皱，伸手摸了摸他的脸：“辛苦，你给我受罪了。”公主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在黑市比这里过的日子苦多了，跟着公主是在享福。段青抱住我：“公主，我从未想过会有这么一天。以前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。”那天晚上，段青跟我讲了很多。他说自己失忆了，一睁眼就在黑市里。他感觉自己好像活了很久很久。他没有法术，只会读书，所以在黑市并不讨喜。段青不喜欢晚上，因为晚上黑市人很多，大多数都是一家人。他看了很难过，那样的温情他从未感受到过。他絮絮叨叨说了很多，最后听得我都困了。我打了个哈欠，温声对他说：“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。”相比较我，如霜简直过的是神仙生活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睡的是天山玉石，大把的补品会往他房间送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生子草的副作用逐渐加重，他几乎是每天光着泡在水里，还会找剧烈的辣椒涂抹在身上，用蜡掩盖痒。生子草还有一个副作用，就是没有食欲。如霜不吃补品，陆亦辰就将补品直接塞进他嘴里。你如果饿到我儿子，我跟你没完。就这样过了2个月，我和如霜同时产蛋。那天天空再次有了异象，五彩漫天，百鸟绕着陆亦辰府齐鸣。所有人都觉得怀凤凰是如霜，一股脑都跑去了他那里。而我的身边就只有一个段青。我用了很大的力气，终于下出来一个蛋。我抬头看去，段青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黑色的蛋。我一愣，黑色的吗？接着又想到，我之前也只是一颗黑色的蛋，所以我怀的是玄孔雀。如霜生的真是凤凰，我顿时有点失落。这份失落落在段青眼里。公主，你不高兴了吗？这蛋虽然是黑的，但也是我们2个的宝宝。我看着他满怀希冀的眼神，知道自己真的是错了。一开始我是想生凤凰，好好打那些人的脸，却忘了不管是凤凰还是鸡，终究都是我的孩子。我将蛋抱进怀里，猛亲一口。对，是我们的宝宝，我要好好保护他。我生完不久，院子里就传来众人欢呼声。生了，夫人生了个金蛋，是凤凰蛋。欢呼声一声大过一声，我听很多人都在祝福。相比较之下，我的宝宝并不怎么受欢迎。没有关系，我把蛋紧紧抱住。母亲爱你。所有的孔雀蛋都是要送去祠堂孵化的，不但可以吸收灵气，也可以让祖宗们见证新生。当我在祠堂里给我的孔雀蛋找到一个位置时，大门就出现了浩浩荡荡的人群。陆亦辰和如霜被簇拥着走进来，看到我的蛋，如霜面露嘲讽之色。哟，现在什么颜色的蛋都能进祠堂了，也不怕脏了祖宗们的眼。如霜生觉得自己生的是凤凰蛋，神采都是飞扬的。孔雀族祠堂好像没规定过，不允许黑色的蛋进入吧？你一个黑蛋，怎么能跟我的凤凰蛋放在一个地方？快给我拿走！说着，如霜就来抢我的黑蛋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刚准备动手，陆亦辰突然拦住了他。好了，就让它放在这里吧。只见陆亦辰轻蔑地看了我一眼。按照日子，你的蛋跟我们的凤凰蛋是同一天孵化。天上来了消息，听说火神朱雀也会前来观看，到时候你的黑蛋恐怕要丢大人了。很快，凤凰临逝的日子到了，火神朱雀也准时到来。父王站在他身边，脸上带着笑。祠堂人山人海，很多兽王慕名而来。陆亦辰和如霜最为得意。等了1个时辰，那颗金蛋终于有了动静。裂了！如霜尖叫起来。所有人目光向台子上的金蛋看去，不消片刻，蛋破壳碎，一只1条腿的黑孔雀从里面走了出来。看到这一幕，陆亦辰的脸瞬间黑了。
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凤凰呢？火神朱雀更是直接质问父王：这就是你口中的凤凰吗？怎么我看到的是一只断腿的黑孔雀呢？父王本还想靠这次凤凰来讨好朱雀，以求日后能上天成仙，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。火神息怒，肯定是哪里出了岔子，你再好好看看，说不定这不是什么普通孔雀。父王的喋喋不休，吵得火神头疼。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会看走眼吗？这就是一只断腿孔雀！火神说着，直接就往外走。父王也追出去，看到陆亦辰像是被雷劈了一样，我忍不住笑出声。陆亦辰听到我的笑声，抬头看向我：如月，你有什么好高兴的？就算我生的是黑孔雀，那也是孔雀。你看你的蛋就像鸡蛋一样，说不定出来的连孔雀都不是。他话音刚落，忽然角落里发出一道耀眼金光，这道光吸引了众人注意，就连火神也去而复返。陆亦辰的下巴还没来得及合上，我的黑蛋慢慢升到空中，一点点裂开。裂开那一瞬间，一只金色的鸟冲了出来，发出一声清脆的鸣叫。凤凰，这才是真正的凤凰！火神激动地喊道。他这一声引得众人清醒。凤凰为百鸟之首，凤凰一出，百鸟必须臣服。除了火神以及我和段青之外，所有人齐刷刷跪下。我的小凤凰在屋子里飞了几圈，最后在我面前缓缓落下。到我怀里时，它幻化成一个人形婴儿。感受到我的温度之后，它打了个哈欠，沉沉睡去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生得了凤凰？是不是你偷了我的凤凰蛋？如霜激动起来，直接跑过来要夺走我怀中的孩子。段青挡在我面前：你是不是疯了？凤凰认主，就算是公主偷了你的蛋，这凤凰出来的时候也只会认你们。那也不对，你们两个，一个是低贱的黑孔雀，一个是野鸡，怎么能生得出凤凰？听到他的话，火神朱雀来了兴趣，他走过来对我和段青说：你们能现原形给我看看吗？当然可以，我等的就是这一天。我把小凤凰递给段青，接着现出原形，在空中盘旋了2圈。落地时，我听到火神赞叹的声音：你们这群不长眼的东西，这明明是玄色孔雀，甚至比凤凰还要尊贵。这句话一出，全场倒吸一口凉气。我看到父王脸上全是诧异，嘴巴大的能塞进一个苹果，而陆亦辰嫉妒的脸都要扭曲了。不可能，如果你是玄孔雀，上辈子为什么只能生白孔雀？我笑了。陆亦辰，你不知道吧？其实上辈子我生的是蓝孔雀，只不过是因为吃了生子草，所以蛋的颜色变了，就跟你这辈子让如霜吃了生子草，所以你们生的是金蛋。陆亦辰彻底崩溃了。火神走过来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天上。我看了段青一眼，和段青说好了，等蛋孵出来后就带着我们的孩子远走高飞。段青开口道：公主，如果你想去就去吧，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。我被感动哭了，摇头说道：我不会丢下你们的。火神发现段青，提醒道：你还没现原形呢。我就不用了吧，我只是一只野鸡。不，你不像，也许你跟如月一样。段青眼睛亮了一下，当着众人的面现了原形。正如他说的那样，他只是一只普通的鸡。火神围着他走了2圈，思索道：我知道了。话音刚落，火神手中团起一个火球，落在了段青身上。段青，我尖叫起来，抱着孩子扑过去。我刚到，火球周围突然响起一声更清亮的凤凰鸣叫，一只巨大的凤凰浴火重生，直接冲破了屋顶。比起刚才，这声凤鸣更加具有压迫感。所有人再次跪下，甚至连头都抬不起来。我问火神这到底怎么回事，火神笑眯眯回答：段青很有可能是上古那一战留存下来的凤凰血脉，不知道被什么力量压制住了，只需要给点神力就能突破。怪不得我们能生出凤凰。就在我还在仰望段青的身姿，这时一边的陆亦辰突然冲了出来，他抢过我怀里的孩子，疯疯癫癫地往外跑。凤凰只会是我的，百鸟之王也得是我的。结果陆亦辰还没跑多远，身体就被一道金光穿破。段青抱着孩子稳稳停在我面前。不远处的陆亦辰应声倒地，倒下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再来一次。我不禁冷笑，哪有这么多重生？段青把孩子给我，转身向火神行礼：谢谢您点化了我。举手之劳，今日真是开了眼，不但见证了新凤凰的出生，还见到了上古凤凰，最重要的是还见到了传说中的玄色孔雀。火神再次跟我确认我不会上天之后，他跟我们告了辞。火神离开后，父王凑上来：月儿，父王那时候是猪油蒙了心，被如霜他们2个蒙骗了。父王都是为了孔雀族兴旺，你会原谅父王的吧？我盯着他看了许久。凤凰临世了，你不再是百鸟之王，也不是我的父王了。按照孔雀族历法，段青应该继位，可他实在没有心思管理整个鸟界。经过商量后，我登上了皇位。我上位第一件事就废除了孔雀族固有的等级制度，天下所有的孔雀都一样，不以颜色论高低。再后来，女儿渐渐长大了，成人那一天，我把鸟界交给了她。
之后，我和段青到处游山玩水，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前文婉转。